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中国正在走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经济、政治和民生转型时期，一个人如果不能及时调整自己以前形成的观念，还以岁月静好时代的心态面对未来的人生大事或投资决策，这个人大概率会吃大亏。目前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的很多令人叹息的社会现象，归根结底都有当时没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观念的因素。我准备用这期节目和下周的节目2期节目来和大家聊聊，应该用一个什么心态来规划人生和投资。在转型时代的中国，稳健的投资和生活原则应该是什么？在讨论投资原则这些抽象概念前，我先和大家讲一个26年前美国金融体系面临的系统性危机，讲述那个被大多数人遗忘的华尔街传奇事件，并和大家分享投资天才巴菲特在那个危机后提出的一个简单却发人深省的投资原则和理念。1998年9月20日是一个星期天，美国对冲基金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梅里韦瑟正坐在他位于康州格林威治的办公室里发呆，他的脑海中正翻腾着一个黑洞，那是一个金融黑洞。这个黑洞正在疯狂吸食着他的一切，更可怕的是，这个金融黑洞有把华尔街甚至把整个美国金融体系都吸食进去的可能性。经过长时间思考后，梅里韦瑟终于下定决心，他直接和美联储取得联系，用尽可能平淡的语气告诉对方，他的对冲基金公司面临4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如果美联储和美国政府不能及时出手相救，长期资产管理公司必倒无疑，而随后引发的连锁效应将重创整个美国金融体系。1998年，就是在日进斗金的华尔街，44亿美元的损失也是一个天文数字。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迅速就此事和当时的美国政府克林顿做了汇报。当克林顿充分理解了这个问题的危险之后，他将此描述为过去50年来对全球金融系统的最大威胁。这个长期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圈以外鲜为人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投资基金，竟然能以一己之力把整个美国金融体系拖入漩涡呢？而处于这个漩涡中心的梅里韦瑟，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如果你在街上和当年51岁的梅里韦瑟擦肩而过，你可能对他不会有任何特别的感觉。他长着一张平凡的脸，棕色的头发凌乱地垂在额头上，面无表情。他说话很快，以跳跃的方式快速推进，给旁边的人留下一连串混乱的思维。自1987年以来，梅里韦瑟是华尔街投资圈中最重要的风云人物之一。梅里韦瑟1947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的布斯商学院获得了他的 MBA 学位。毕业后，梅里韦瑟离开老家，投身到远在1200公里外的纽约华尔街，就职于所罗门兄弟公司，当时美国5大投资银行之一，也是20世纪80、90年代华尔街最赚钱的投资公司之一。而该公司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古特弗兰德被称为华尔街之王。梅里韦瑟的同事对他的印象是，他并不像一个金融界人士，而更像一个天才的编辑或杰出的导演。他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他能敏锐闻到他接触的年轻人中谁具有不同寻常的能力。一旦他相中某个年轻的天才人物，他就会想尽办法说服他们，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让他们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当时聚集在梅里韦瑟身边的第一批门徒有4个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后来也都成为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他们分别是罗森菲尔德、希利布兰德、霍金斯和哈加尼。这4个聪明绝顶的年轻人都是梅里韦瑟从美国最好的金融和数学研究生院直接挖到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梅里韦森的眼光是既准又狠，以至于经济学家莫顿都抱怨，
梅里韦瑟可能造成美国在相关学术领域的一个人才断层。梅里韦瑟把这些数学和计算机青年才俊挖到华尔街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希望能够重塑金融界的根本投资理念和策略。梅里韦瑟招募这些年轻人，被当时的华尔街同事半开玩笑地称为年轻教授，因为这些年轻人和当时的老牌华尔街人士显得格格不入，他们都是一副书呆子的样子，整天盯着电脑思考问题，好像他们的身体主要功能就是给他们的大脑提供生存环境，而他们的大脑又是电脑的一个肉体延伸。这些人礼貌温和，但是对很多问题都显得犹豫不决。同事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会花8个月时间来思考，然后给出的答案充满了数学和数据论证，让当初给他们问题的老牌银行家一头雾水，真心希望自己当初从没问过他们那些问题。当时的世界金融市场正在孕育着一些新的，但是相当复杂的新金融工具和产品，包括期权、期货、抵押债券等等。这些金融产品的复杂程度让一般专业投资人都感觉一头雾水，但这些金融产品却为那些能够用数学和计算机分析他们的人创造了机会。梅里韦瑟和他的门徒们正是当时华尔街投资界一个新门派的代表人物。在梅里韦瑟的直接指导下，这些年轻教授成功开创出金融量化投资的概念和策略。他们的投资策略不同于老一代华尔街投资人，老派投资人主要靠自己的经验、分析、见闻和直觉来做出投资决定，而他们却强调用数学模型、用大量的数据来做出投资决定。他们强调理性，对人性中情绪化的东西嗤之以鼻。他们甚至认为投资人情绪化的因素正是他们这些靠量化理性分析的投资人可以利用、可以用来赚钱的机会。梅里韦瑟和他的团队很快就以他们惊人战绩在当时的华尔街投资圈声名鹊起。通过他们的数学模型、计算机分析模拟，他们推演出全新的投资策略。在1987年的前10个月，他们的新策略为他们的公司带来了大约2亿美元的利润。但是1987年10月19日的那次股市崩盘，给他们投资策略敲响了第一次警钟。在那一天的股市疯狂中，梅里韦瑟和他的投资团队就损失了至少1.2亿美元。如此海量的损失让梅里韦瑟团队的很多年轻人感到无以名状的恐慌，但梅里韦瑟却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被这巨额损失打垮，恰恰相反，你们应该兴奋，因为一个充满恐慌情绪的市场，正是你们这些靠数据和量化分析的投资人的天堂。”他告诉他的团队，未来他们应该以以往3倍的规模加注投资你们量化分析出来的投资目标。当时所罗门兄弟公司坚持更传统的投资策略的代表人物就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古特弗莱德。在1987年10月的股市崩盘后，他和公司其他高管根据接收到的各方面反馈，感觉到投资界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对美国国债来说，金融世界末日是最佳的利好消息。因此，凭借他们对未来的判断，古特弗兰德和他的团队决定购买价值20亿美元的新发行的30年期美国国债，来迎接将要到来的世界金融末日状态。但随后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彻底的错误。世界对股市崩盘不以为然，金融世界末日并没有如他们预测的到来，也就是美国国债价格并没有持续上涨。结果是，他们靠直觉做出的这个投资决策，让所罗门兄弟公司一次就损失了7500万美元。古特弗莱德的失败却成为梅里韦瑟团队以理性和量化为基础的投资决策崛起的垫脚石。经过量化分析后，梅里韦瑟团队做出的决定直接和古特弗莱德的投资决策针锋相对。他们决定卖空古特弗莱德刚刚购买的20亿美元新发行的30年美国国债。卖空的意思是投资人赌未来卖空的债券会下跌，
但是与此同时，梅里韦瑟团队又对冲购买了相同数量的3个月前发行的老一点的30年美国国债。为什么梅里韦瑟的团队要同时卖出和买入几乎相同的债券呢？这样的操作不相互矛盾吗？这偏偏是梅里韦瑟投资理念的最精华展现。梅里韦瑟的团队通过分析大量的数据，他们发现一般投资人在无意识下会做出不理智的决定，这种非理性的状态会在不经意中催生一个投资机会。具体说，投资人会更关注新发行的国债，因此新的国债比旧的国债交易更频繁，从而价格会更高些。这就是新发行国债会获得所谓的流动性溢价，也就是因为债券投资人更多的关注新发行的债券，因此新债券就更容易进行大规模的买卖和转让。因新债券的这个好的流动性，很多投资人因此愿意为新债券出更高一点的价格，因此新债券和老一点的同样的债券之间就会出现一个价格差。在市场恐慌时，新发行的30年期国债的价格和3个月前发行的老一点的同类美国国债之间的差价会变得比平时更大。根据梅里韦瑟团队的分析，当市场的恐慌情绪缓和后，新旧国债之间的差价就会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也就是新债券的价格将会走低，而老一点的债券的价格将会走高。这就是他们卖空新债券买入老债券的依据。当然，新旧债券在高点的价格差通常只比正常时的价格差高一点。这些微小的价格波动，按照传统投资理念来看，几乎就如同噪音一般微不足道。但是梅里韦瑟的团队依靠他们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就能发现这微小波动，并找到它其中的规律性，从而利用市场的这些微小价格波动来赚钱。果然，1987年10月，在股市崩盘3周后，市场就逐渐又平静下来了。因此，梅里韦瑟团队上面谈到的一笔投资操作，在3周时间内就赚了5000万美元。顿时，梅里韦瑟团队靠量化分析的投资概念，在华尔街声威大振。不过有一点，我希望大家注意到，梅里韦瑟团队的这笔操作是通过卖空20亿美元的新债券，同时买入20亿美元的老一点的债券来实现的。也就是这5000万的收入是靠撬动40亿美元的巨款来实现的，杠杆率达到80倍。因为梅里韦瑟投资策略的基础就是依靠那些很小的价格波动，而这就注定了他的团队为了在每次投资得到可观的回报，他们每次都得撬动很大的资金来实现，赚每一笔钱都得靠杠杆撬动数目惊人的资金投入。但是在当时几乎没人意识到这有什么问题，但就是这一点成为梅里韦瑟投资理念的一个致命基因。梅里韦瑟团队从1987年开始走向他们巅峰时刻，他们得益于自己用数学和数据在微小的噪音中发现规律，他们利用一般投资人在不经意中展现出的情绪化状态来投资。当人们在恐惧中做出了不是最理性的投资决定时，刚好成就他们这些靠量化分析、靠理性研究的投资人的发财机会。在1987年股市崩盘后的5年中，梅里韦瑟的团队为所罗门兄弟公司赚了几十亿美元，同时他们自己也快速攒下了数千万美元。他们也从最初被视为另类的状态，最终成为公司的核心赚钱团队。后来，所罗门兄弟公司卷入一桩虚假竞标美国国债的丑闻，梅里韦瑟借机从所罗门兄弟公司辞职，并带走许多他的团队成员，在1994年成立了自己的基金公司，起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我们下面简称长期资本。这个新基金公司最常用的投资策略和他们在1987年针对美国债券的那次操作一样。通过分析，他们会发现，
两种通常价格高度关联的资产之间的价格差异突然开始增加，于是他们会买进一种资产，同时卖空另一种资产。他们的基本理念是，这些市场临时出现的奇异现象，最终一定会回归正常状态。因此，暂时价格升高的资产，也就是他们卖空的资产，价格最终会回落；而另一种他们买入的类似资产，价格会回升。这个回归的过程，就是他们赚钱的机会。为了更好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假设存在一个两种美元的世界，蓝色美元和红色美元。这两种美元都值1美元，但规定5年内不能使用，5年后你可以将它们兑换成正常的美元。但市场的交易员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蓝色情有独钟，对红色却很讨厌，结果造成蓝美元的交易价格保持在 1.02 美元，而红美元的价格只有98美分。如果你是一个不被自己情绪控制的理性投资人，你应该大量卖空蓝美元，并买入同等价值的红美元，因为市场迟早会意识到两种美元的价值终将回归于1美元。因此，市场调整红美元和蓝美元的价格，让它们都趋向于1美元时，你就会从卖空每个蓝美元中赚将近2美分，同时从买入每个红美元中赚取另外将近2美分。这样你会以运作2美元的钱来赚将近4美分。利用这个投资策略，在长期资本成立之初的4年，他们的投资回报成为华尔街的一个传奇。4年中，他们每年最低的回报率也有 25%， 最高的一年的回报率达到了将近 60%。 公司合伙人的财富也在这4年中如火箭般飙升。他们最开始投入的 1.5 亿美元，4年后就飙升到了14亿美元，而他们利用各种杠杆控制的资产接近1万亿美元。而且1997年，公司的2名董事会成员斯科尔斯和莫顿，因为他们提出的布莱克斯科尔斯金融动态模型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在1997年，一个成立短短4年的公司，从赚钱的能力到学术声望，在华尔街都如同一个神话般的存在。不过，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人类发明的数学模型在运行的，世界一定会在某个时刻背离人类发明的数学模型而运作。这一点是一定会发生的，人类不知道的只是这个脱节的现象会在什么时刻发生。对于梅里韦瑟的长期资本来说，这个时刻就发生在1998年的夏天。他们面临的第一波打击竟然来自梅里韦瑟的老东家，也就是所罗门兄弟公司。我们不好猜测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所罗门兄弟公司在1998年7月17日突然对外宣布要清算大批资产，而他们宣布的清算资产正是长期投资公司正在交易的类似于我们前面说的红美元和蓝美元那样的资产。因为所罗门公司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他们这个公告迅速在红美元和蓝美元交易市场刮起了一道旋风。长期资本原本是期望红美元和蓝美元在逐渐趋于常规稳定状态时赚一笔，现在可好，这个市场不但没有趋于稳定，反而被掀起了更大的惊涛骇浪。这一下就造成了长期资本相应基金损失了近 10%。 在随后的1个月中，债券市场变得越来越不理性，越来越和长期资本的数学模型背道而驰。红色美元和蓝色美元的价值被拉开到荒谬的极端，他们指望涨价的红美元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而他们指望降价的蓝美元却越来越贵。在常规情况下，在市场出现不理性的价值波动时，那正好是长期资本赚钱的好机会。因为基于数学模型量化分析的长期资本依靠的就是市场理性，坚信的就是市场最终会回归理性的价值评估。虽然这个策略宏观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时却会有一个致命的逻辑漏洞。长期资本一旦出手投资一个方向后，
他就开始希望他们观察到的市场非理性状态不要保持时间太长。长期资本一旦投资一个方向后，他们就开始希望他们观察到的市场非理性状态保持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只要市场保持非理性的状态一天，长期资本的资金就一直会被压在那里，就不能赚钱脱身。更重要的是，他们更不希望不理性的市场价格和理性的价格偏离得太远，因为这两个价格偏离得越远，长期资本的账面亏损就会越大。一方面大量资金被占用，另一方面资金账面出现巨额亏损，这对任何一个投资公司来说都是最可怕的死亡螺旋。让长期资本的那些年轻教授没想到的是，这个他们原来认为在世界中不可能出现的致命逻辑漏洞居然就发生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在长期资本面临账面损失的情况下，更大灾难性的事件竟然又发生了。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政府债券突然违约，一个以俄罗斯这么大国家背书的国家债券居然违约了。在那一刻，世界各大金融机构一时间惶恐到不知所措的地步。恐惧压倒了理性，在金融市场上，一旦足够多的人屈服于恐惧，恐惧就变成了市场合理的动力。在这普遍的恐惧情绪驱动下，在长期资本的数学模型认为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况真实出现了，其荒谬程度相当于原本应该涨价的红美元却从98美分一直跌到了只值25美分，而蓝美元却从 1.02 美元一下暴涨了3美元。按照长期资本的数学模型推算，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只有5000万分之一，这个在数学上相当于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概率情况，但是它却偏偏发生了。1998年8月21日，对梅里韦瑟来说是一个最黑暗的日子。仅那一天，长期资本就损失了 5.5 亿美元。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美国财政部长鲁宾都表示，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瞬间爆发的危机。到8月底，长期资本已经耗尽了它48亿美元资本中的20亿美元。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长期资本应该还能活下来。但是金融系统可怕的就是它是一个由人组成的，能够发生自我激荡的复杂耦合体系。当长期资本出现巨额亏损的消息在华尔街传开后，长期资本立刻变成了其他投资人可以捕食的机会。当时梅里韦瑟四处努力寻找15亿美元的救急资金，他相信拿到这笔钱就能让长期资本挺过这场危机。但是梅里韦瑟很快发现，华尔街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借这笔钱，因为这时市场上流传着大量有关长期资本的传言，而且这些传言把长期资本的账目损失扩大到2倍到10倍不止。很多投资人预测长期资本会最终不得不大量抛售他们手中持有的大量资产来断尾求生，于是大量华尔街公司开始大量抛售长期资本持有的各种金融产品。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希望在长期资本抛售前自己先减少自己的损失，另一个原因是想通过进一步加速长期资本的账面损失，逼迫长期资本进入资产抛售状态。到那时他们就有机会再次回购这些资产，而从中获利。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利用吃掉对手尸体来壮大自己，这是华尔街的一个生存哲学。长期资本8月份的损失是市场大幅度波动造成的，而它在9月份的继续海量亏损，则是市场对它围猎的结果。这第二轮打击对长期资本是致命的。现在就回到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头时讲述的，发生在1998年9月20日晚上的那个场景。在梅里韦瑟向美联储发出求救信号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21日，长期资本再次在一天中损失超过5亿美元。杰皮摩根和瑞士联合银行直接打电话告诉梅里韦瑟，长期资本这次海量损失主要原因是美国的保险类金融巨头 AIG 公司在背后捅了他们一刀。
AIG 特意对长期资本卖空的一个期权竞价买入，从而造成长期资本出现更大量亏损。眼看长期资本的危机已经让它成为众多华尔街鲨鱼的猎物， AIG 的行动迫使美国政府和梅里韦瑟意识到这样持续下去的危险性。当时世界金融正处于动荡时期，从东南亚到俄罗斯正经历着一系列的危机。此时如果美国金融因为长期资产出现失控性的倒闭，这对美国和世界金融市场都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因此，为了避免引发连锁效应，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决定让纽约联邦储蓄银行领头，迅速组成一个对长期资本的救援财团。经过2天的谈判，到9月23日，一切终于都结束了。这个由14家华尔街银行和财阀组成的财团向长期资本提供了36亿美元的资助，以此换取长期资本90%的股权。结果是，长期资本合伙人最初倾其所有投入的1.5亿美元资金，也在这个过程中基本归零了。他们中很多人不得不再次回到华尔街其他大公司，重新开始打工生涯。救援团的成员之一就是美国投资天才巴菲特。1个月后，巴菲特被邀请到佛罗里达大学，对那里的 MBA 学生做了一次演讲。巴菲特在演讲中和大家分享了长期资本的故事，并提出了他对长期资本失败根源的分析。长期资本仰仗的投资策略背后是复杂的数学模型和量化分析，但是巴菲特的分析却简单的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他们那些数学模型根本无法预测市场的风险，长期资本却为了赚取他们没有也不需要的钱而不惜投入他们拥有的一切，这太愚蠢了。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巴菲特为什么用这样的大白话来总结长期资本这个复杂的失败原因，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巴菲特无法理解长期资本这种新型投资理念，无法理解量化投资策略背后复杂的数学概念。他们这里无法理解巴菲特的话，是因为他们和巴菲特的认知差距太大。我前面讲述梅里韦瑟团队的故事时，就提到了他们投资策略中的一个致命基因，那就是他们投资的入手点都是那些金融市场很小的价格波动，因此每次投资他们都得动用很大的资金来实现。他们越贪婪，每次想赚的钱越多，他们就得靠杠杆撬动数目更惊人的资金来实现。结果是，他们为每一笔投资动用的资金量都大到能让他们倾家荡产的程度。当然，根据长期资本的数学模型预测，这大笔资金会出事的概率极其小，但是他们的数学模型预测的只有5000万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不就真的发生了吗？当然，这是在技术层面对巴菲特这个讲话的解读，而巴菲特的话中还有更关键一层概念，那就是人类不应该因为自己懂一些数学概念，能够做一些大数据运算，就自信到了失去对这个世界的敬畏之心。对梅里韦瑟来说，他根本没有心情去认真思考巴菲特讲话的含义。在认真总结了长期资本失败的技术原因后，他在第2年就东山再起。那么再次崛起的梅里韦瑟能否走出巴菲特对他投资模式的魔咒呢？我讲述的这些故事和理念，对处于时代转型的中国人有什么具体的指导价值呢？我们会在下周的杰森视角节目中和大家继续分享。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